女孩怎么也没想到，一只普通的薰衣草竟卖到500万一朵。可人们不但不嫌价格昂贵，反而争先恐后的购买，就连战力第一的星际元帅都忍不住化身一只金蝴蝶，暗中潜入后园，贪婪地嗅着花草的芬芳。只因5000年前战役核辐射导致宇宙所有植物都绝迹，而在地球农业大学求学的我却意外穿越到了未来，成为了星际一家仿真花店的店主。此时我察觉到花店后园有一片荒废的空地，我身为地球大国下人，爱好种田的 DNA 瞬间动了。我从库房临时拼装了一把锄头，给荒地松了松土。但此刻我开始发愁，因为这个星际世界根本够不到种子，星际的植物都绝种了，遗留的种子都是变异的，像古物一样供奉在星际科研院所和文明博物馆里，普通人根本没机会接触。忽然一缕淡淡的薰衣草香吹入了我的鼻端，我下意识地低头，看到了挂在胸口那个小玻璃瓶，里头装着2朵蓝色的薰衣草干花，还有10几粒薰衣草的种子。我把玻璃瓶拿在手里，不由欣喜地喃喃道：这东西竟然跟着我一起穿过来了。我倒出了10几颗薰衣草的种子，这是世界上未受污染的种子。我决定尝试一下，看看能否顺利萌发。花铺的买卖极为冷清，每日最多有2、3个人光顾。这天花店来了一个小仓鼠护士。老板，我要买1束玫瑰。这个星际世界的人基本都是拥有拟态的，拥有拟态才能觉醒精神力等级，成为合格的联邦公民，而我就没有拟态，自然无法觉醒精神力。多亏了姑妈安排了这份比较轻松的工作，我才不至于流落街头乞讨。听说在古星城纪元时，玫瑰代表爱情。小仓鼠护士捧着塑料玫瑰，双眼发亮。陆续元帅在 M2星门战役中为了保卫联邦身受重伤，目前就在第7区的疗养院养伤。他是素履星系最帅、最强大、最值得尊敬的英雄。我也看了新闻报道，没想到新闻中语焉不详的某星某疗养院就是旁边的这一座。小仓鼠护士走了后，我去隔壁小超市买了一根营养棒作为午餐。好难喝啊！我叹了一口气，这根营养棒标签写的是橘子味，可实际上是添加的工业调味剂，与真正的橘子相差甚远。不过想来也是星际上灵植灭绝5000多年了，怎么还可能模拟得出橘子的味道？我从地球穿越过来2周，每天都吃的营养棒感觉都快吃成傻子了。最后小饭馆实在是喝不下去，我看了成分，营养剂中含有氮元素和钾元素，这也是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我前往后园拿了一个水盆，将营养剂挤入其中，按照特定比例稀释后作为肥料浇灌花卉。我望着花坛中的薰衣草植株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满足感。薰衣草的生长周期为2周，应该即将绽放了。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淡淡的薰衣草花香夹杂着青草的味道，从幸福花店的后院飘了出去。薰衣草作为香料之王，能够缓解人的焦虑，放松人的精神。花店周围的居民闻着淡淡的花香，拥有了一个高质量的睡眠。一只金翼鸣蝶被淡淡的薰衣草花香所吸引，从第7区的特别加护病房偷偷飞到了花店的后院，头部的触角往薰衣草的紫色花中埋了埋，近乎贪婪地吸着沁人心脾的花香。不一会儿，蝴蝶在薰衣草花香的影响下，就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状态。残破的蝶翼在身后闭合，缓缓进入了梦乡。次日我起了个大早，第一件事就是去后院看自己的宝贝薰衣草。看着已经开花的薰衣草，我欣喜若狂。没想到星际营养剂能加快植物的生长速度。哎，这里怎么有只蝴蝶？我从没见过这样好看的蝴蝶。左半边残破不堪，断裂了1/3，伤口处可怜的蜷曲着金翼鸣蝶似有所感，把脑袋从薰衣草的花朵里抬了起来，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不由赞叹道：小蝴蝶，你真漂亮啊！如果不是身受重创，退化成了幼年体的蝶拟态，怎么可能只有那么小一只？好神奇的物种哦！你做毛毛虫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金色的？此时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素履星系战斗力第1的金翼鸣蝶拟态，我潜意识里还跟地球一样，在地球上种植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会招来蝴蝶和蜜蜂。金翼鸣蝶觉得我有点吵，什么毛毛虫？它不是虫族才没有那种形态，它从一出生就是蝶，星际蝶族非虫族。金翼鸣蝶把脑袋再次埋到了薰衣草的花蕊中，嗅着令蝴蝶着迷的香味，再次进入了梦乡。他决定要把这几个月的失眠都给弥补回来，在花中睡到饱。薰衣草是多分支植物，一株薰衣草至少能分出20个分支，每一条分支之上又会开出6到10朵花来，所以这小花圃里只栽了14株，但却有200多的分支。我剪下了10根薰衣草分支，决定先在花店里试卖一下看看效果。回到前厅，我把薰衣草做成单根的花束。没过多久，花店的自动门开了，迎来了今早的第1位客人。我要一个薰衣草蓝玫瑰的水晶花篮。花篮是店里相对价格比较贵的商品，根据材质水晶雕琢成的假花工艺品，比塑料花贵一点。我从右边的水晶橱柜里取出一个水晶花篮，递给了客人。客人正准备付钱时，却被货架上的薰衣草花束吸引住，不由屏息惊呼一声：这是什么？简直太漂亮了！与那些缺乏生机的仿真花不同，这一束薰衣草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客人仅是嗅了一下，感觉神经和情绪就被这独特优雅的花香所缓解。客人见这一束独特的薰衣草仿真花未标价格，便主动开始报价。店长，1万星币卖吗？我颇为惊讶，1万星币，一根薰衣草的分支能卖1万块钱，这钱也太好赚了吧？可以吗？店主，我只带了1万星币，是附近的大学生，我回去之后会在同学里帮你宣传的。男大学生顾客付款之后激动地离开了，嘴里还哼着欢快的小调。我则是注视着收银台上显示入账1万星币的提示，立刻对未来抱有了希望。随即我拿出了一张贴纸，给摆放着薰衣草花束的货架贴上了500星币的标价。而此时不远处的第7疗养院已经进入了紧急警戒状态，医生、护士以及院长一个个惊恐地站在一间特别加强护理病房门口。这间病房采用了特殊构造的隔离层，可以阻挡所有精神力攻击，是专门为了精神力狂暴化失控的病人特别设计的。院长看着病房的金属构架内壁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划痕，脸色苍白地开口：陆续元帅呢？怎么失踪了？很显然住在这里的陆续精神力狂暴化的时候情况异常严重，就连最号称素
素缕星系最坚硬的宇宙金属，都难逃被他的强大精神力割裂的命运。主人一世也是惊恐不已。经检测，疗养舱门上有精神力切割的痕迹。陆续元帅在逃离之前，应该就躺在超声疗养舱里。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令他直接暴走，破坏了疗养舱出逃？负责保护的警卫员江晨面色十分严肃，向青山市市长申请全城搜查令吧。院长立刻否决了这个提议。别先，在附近找一找。元帅大人受伤如此严重，应该跑不远。一旦惊动了市长，那第7区疗养院势必要担重责。毕竟陆续虽然从前线退下来，但依然是整个素缕星系的大英雄，粉丝和拥戴者有上百万。失踪消息一旦泄露，第7区一定会在网上被愤怒的网民喷成筛子。于是第7区疗养院全体医生护士出动，在疗养院周围开始了地毯式搜查，小街道上的所有店面都遭到了盘查。院长的脸色越来越差，看向街道尽头一家不起眼的小店面，就剩这家土田花店了，去看看吧。警卫员江晨纠正道。那个院长是幸福花店。院长凝神一看，尴尬的轻咳一声，原来是彩灯坏了，不好意思啊，我年纪大了，老花眼看不太清楚。警卫员刚进到花店，一股独特的幽香扑面来，让他因为搜寻上司而心烦意乱的精神为之一振。欢迎光临幸福花店，需要买花吗？听到声音，警卫员江晨抬起头来，看到了站在收银台前的我，正微笑着扎着一束蓝紫色的花束，那花极为奇异，枝叶柔韧，充满了令人惊异的蓬勃生气，和普通的假花截然不同。塑料假花、银质假花、水晶假花、宝石假花，素缕星系的花店中无非都是这4种，但这家幸福花店橱柜中陈列着，除了这4种以外，还有第5种。我不买，我是来找人的。抱歉客人，你也看到了，我这间小店里除了我和您没别人了。我礼貌地回答着，我这2天恶补这个星际世界的知识，知晓眼前这个高大男人的穿着是星际联邦军的红衣，对方肩膀上有一道白色的杠，说明对方是个上士，是士兵中的最高级别。江晨正色问道：你有没有见过陆续元帅？在电视里见过。罢了，江晨觉得自己就不该对这一家偏僻的小花店寄予任何的希望。他怎么忘了陆续元帅最讨厌的就是假花了？每次有人送花束过来，元帅大人都会发怒。就在这个时候，花店的门口再度迎来几位年少的大学生，他们身着青山大学的校服，满面青春的胶原蛋白，目光清澈纯真，显然未经历星际战场的严酷考验。这里就是小张说的那家店了吧？小张买的那束薰衣草真是太美了，我也要买一束回去照着作画。小张还说那束薰衣草像是古早时期的真正灵芝开出来的花，1万新币他就买下了，简直赚大发了。瞎说，如果真的是5000年前已经灭绝的植物，怎么可能就卖1万星币？至少5万吧。我听得额角滚出一滴冷汗，一根薰衣草花枝卖5万，莫不是疯了？后院的那些薰衣草植株，要不了1个月，我就能通过插秆的方法让植株数量翻个倍。店长，我要2束薰衣草。我要5束，可以扎在一起吗？我想画出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我知道生意来了，心里很高兴。请稍等，你们要的数量这里可能不太够，我去后院再取一些过来。我弯腰用银剪裁下了一束盛开的薰衣草枝，挑选了几朵开得最美的，挨个剪下来。金翼鸣蝶似是被惊醒，在椭圆形的花枝顶端残翼微动，陆续有些迷糊。那么我为什么先翻了他睡觉的床？我完全不懂金翼鸣蝶在思索什么，只挂念着前面还有客人在等候，就迅速修剪好了薰衣草的花枝。我正打算回到前厅，一低头发现那美丽的金色蝴蝶正蹲在花朵上，不禁哑然失笑。你怎么跟来了？是要我把你也卖了吗？金翼鸣蝶翅膀微动，拐卖素缕星系的元帅可是重罪，他患有严重的精神力暴乱，翅膀移动之下裹挟着精神力，擦着我的侧脸2厘米，直接飞了过去。身后不远处的院墙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金翼鸣蝶看着那痕迹有些懊恼，他伤得太重了，精神力容易失控，他觉得我应该会把他赶出花圃，我却没有任何反应，似乎根本没感应到精神力攻击一样。金翼鸣蝶愣住了。什么？他没发现？只有先天残疾无法觉醒精神力的最底层联邦公民才无法感知到精神力。难道这姑娘莫非是个残障人士？元帅大人此刻心情特别复杂，他还沉浸在我可能是个先天残疾的震撼中，而先天残疾竟然可以养出这样完美的真花。要知道联邦植物基因研究所每年都花费数以亿计的资金，那些精神力 S 级的高智商博士们费尽心思的研究灵芝复苏，几百年来从没成功过。此时我缓缓开口，你以后就住在我这个小花圃里吧，要不了多久这里会变成一个大花园，你可以尽情的在繁花中飞了。金翼鸣蝶一听我给了他居住许可权，他却失控差点伤了我，而我还没赶他走，心里莫名泛起一阵异样的情绪。我拿着花走入前厅的店面里。店长，你来了，这6支新的薰衣草好像比陈列在水橱柜里的还要好。刚摘下来的，自然开得好。我把包扎好的薰衣草扎成花束，递给5个艺术生客人，入账5万新币，入账2万新币。收银台的声音接连不断的响起，我很是满足，这可以算是幸福花房的一个巅峰时刻了。可我并没有注意到，那位之前来寻人的联邦上士还在店里没走。警卫员江晨盯着和我一起出来的那只金色残翼蝴蝶，瞪大双眼，震惊到差点失声。不会错的，那强大的金色蝶翼可把虫族敌军的战舰一分为二。江晨激动万分，他手心和额头上都是热汗。他刚想喊出口一声元帅，金翼鸣蝶却扫过去一眼。江晨直接感到了极强的精神力压迫，跟着元帅征战沙场多年，江晨太清楚对方一个眼神所蕴含的意思。元帅大人这是让他闭嘴。我因为感知不到任何精神力，并没有察觉到眼前这位联邦上士和那只蝴蝶之间的交锋，我只是浅笑着问：这位客人，您刚才好像有话想说的样子。江晨擦了下额头上的汗，没什么。那个我想买刚才那种元气满满的紫色花朵。我一听又有生意，开心的问：
你要多少？江晨心想，既然是陆续元帅看中的花店，那自然要好好照顾生意。这6只全要了。然后他付款了3000新币。江晨叹了口气，感觉到横在自己头上的那一道恐怖的压力明显缓和了下来，没那么吓人了。我会让兄弟们经常来买花的。江晨捧着扎在一起的6只薰衣草，鼻端都是淡淡好闻的独特薰衣草香味，紧绷的精神莫名就舒缓了下来。我送走客人后并没有闲着，他决定给薰衣草擦干。今日一天就卖出了20束，而后院只有14株，总计200多个薰衣草分支。这样卖下去要不了多久就会供不应求，必须要扩大栽种面积和产量。没有花种没关系，可以取下成熟的薰衣草细枝进行插干种植，赚到了些钱，我就去了这条小街上的超市，买了一些插干所需要的用具。什么保鲜膜？哪里有那种东西？超市小老板摇头。那塑料薄膜呢？我心想，反正插干的时候用薄膜覆盖，是为了保湿保温防尘，用塑料薄膜都一样。塑料薄膜有的，在西边货架第2层。我走过去，直接把货架上10多卷塑料薄膜全部给取了下来。老板，这些我全要了。超市小老板十分吃惊，毕竟谁家用得着那么多塑料薄膜？我刚赚了1万新币，资金充足，又买了100根营养棒。营养棒难吃归难吃，但管用。而目前我还没有锅碗瓢盆，没有可以烹饪的食材，就无法自己做饭吃。更重要的是，这营养剂稀释后可以当肥料，经过验证，它还能加速植物的生长，缩短近1倍的生长周期，有点像地球上那个生长激素。这营养棒是联邦公民1日3餐的口服，甚至连联邦军队都吃这个。显然它是无任何毒素和添加剂的。我回到后院，就看到金翼鸣蝶悠闲的在薰衣草花朵上晒太阳，眯着眼睛一动不动。我取出银剪和锄头，挑选一些成熟饱满的薰衣草细嫩花枝剪下来。我检查过了，这花圃里土壤疏松，是沙质微酸性土壤，再浇上适量的水，正是适合插根培育的天然温床。一根一根的插会，埋入松软透气的泥土里，用小喷壶撒上薄薄的一层稀释营养剂，然后拉开塑料薄膜覆盖其上，保温保湿。我从黄昏开始忙活，一直忙到了天黑。金翼鸣蝶不知道啥时候睡醒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插干。灵芝早就灭绝5000年了，关于种花种田的手艺自然也就没有传承下来，只在一些古老的孤本中还有零星的记载。元帅大人没见过，会好奇是正常的。我忙完了有些累，伸了个懒腰。陆续元帅看到这一幕，眯起眼睛，不由在心里吐槽一句：体力真差。而我精神力为零，就注定了身体素质很弱，没有任何自保能力。我忙完之后洗了个澡，换上了干净的新衣服，感觉肚子有些饿，就拿了根营养棒当做晚饭。忽然我想起那只金色蝴蝶该吃什么，难道要花蜜吗？可在自己来之前，这里没有灵芝和花朵，根本不可能有新鲜的花蜜给蝴蝶充饥。我不准备想那么多了，毕竟蝴蝶可是野生动物，会自己解决温饱问题的。我打了个哈欠，回房间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早，我打开了冰箱，看了看里面，我直接惊了。昨日买的营养棒竟然少了5根，里头的营养剂被吸得干干净净。难道是我昨晚梦游喝了5支营养棒？可那是5支营养棒啊，足够成年人2天的口粮了。我又发现收银台账户里多了一笔来历不明的新币，共计1万，我不由喃喃一句。难道是谁转错了吗？而不远处的金翼鸣蝶莫名心虚，把脑袋埋在花朵里开始喝花蜜。受伤半年以来，他吃什么都没胃口，住在疗养院里，一直都是以输液的方式灌注营养至血管。奇怪的是，他在我的花圃里住了几年，昨天夜里就忽然间有了食欲，久违的感到肚子饿，这还是半年来第一次。花蜜很好喝，但是量太少，刚吸到味道就没了，管饿还得是营养棒。我这种奇怪的梦游症状此后1周接连发生，每个夜里营养棒都会少5、6根，我每天早上都要怀疑人生。我是不是该去找个医生看看了？每天夜里都吃那么多营养棒，会把身体吃坏的吧？这梦游症一定得治。医生很快就上门来了，而他正是第7区疗养院的院长大人。院长大人听江晨说元帅就在这里，担心元帅1周没有治疗，病情会恶化，精神力再次失控。另一边收银台后，我的手上是一大把刚刚从后院摘来的新鲜薰衣草花枝，我正在专心修剪。1周过去了，插干的植株长势喜人，生出了根系和绿叶，成了独立的植株，还开出了紫色漂亮的花苞。我找人啊，不，我买花。院长不敢直接道明来意，我抬起头来，发现对方是个上了年纪的白胡子老爷爷，白大褂老医生打扮，顿时来了精神。你要买什么花？就姑娘手里的吧。院长的注意力立刻就被我手里的薰衣草给吸引了。这花莫非是……他虽然不敢确定，但是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院长，他曾经研究过临床生物学，对于生命比普通人更为敏锐。这沁人心脾的幽香明显不是化学合成的香水，而是更偏向于自然。院长几乎忘了自己是来给元帅诊断伤势恢复情况的，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这蓝色花朵给吸引过去了，心想这莫非是传说中古星辰纪元时期才有的灵芝。他微微颤抖着，手指碰到了薰衣草的花瓣，柔软的触感，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中嘶吼：那不是假花，它有生命。我没否认也没承认。您是医生，有自己的判断，您觉得是什么，那就是什么。院长无比激动，泛着灰白的眸子里迸射出无与伦比的光芒来，他像是捧着最珍贵的宝物一般，捧着我递给他的那一束薰衣草花枝，声音近乎嘶哑：是了，不会错，这是真正的薰衣草，不是什么塑料花、水晶花，也不是那些无机质、无生生命的宝石雕琢出来的假花。天！我竟然在有生之年见到一株真正的灵芝。院长清楚知道那是只存在于古老书籍里的神奇物种，是联邦植物基因研究院无数位最顶级的科学家呕心沥血研究了几百年也种不出来的植物。院长眼角隐隐泛起了一层薄薄的水分，他又看到了这一支薰衣草花枝的定价1万新币。你这小姑娘，如此珍贵的古星辰纪元薰衣草植株，它们的价值应该在标价后再添10个万。而我则非常淡定，
植物的扩张是非常快的，以后植物全新季种植开了，一朵卖个几百上千万。不合适。此时，金一鸣蝶从后院飞了过来，挥动着金色的蝶翼落在了我的肩膀上。一道精神系的声音直接降临在老院长的脑海。老头，你太吵了。老院长整个人猛地一震，这种通过精神力大脑传音的能力，只有3S 级以上的顶尖高手才能做到。等一等，我刚睡醒。闻言，老院长倒吸一口凉气。毕竟在第7区疗养院的特别加护病房里，元帅大人因为精神领域的创伤，从未成功入眠过。他心想，莫非是这薰衣草的香味作用？姑娘，给我来武术！院长有些激动，他准备把这些薰衣草花枝带回第7区的生物实验室。自从插干培育花圃面积增加之后，薰衣草的产量也明显增加了，每日能够卖出30-40只左右。原本是门可罗雀的小小破落花店，现如今也有了客人，其中一半青山大学的大学生。之前那几个美术生回校之后，帮我在同学间做了小范围宣传，每天都有10来个学生过来买花。老院长看着我手里的银剪修掉了花纸上的2片叶子，心疼不已，赶忙制止：别剪掉，维持原样就好。如果真的是古星辰的植株，这叶子剪掉了就会枯萎，多浪费，那可都是珍贵的研究资源。我不由一愣，不修剪，扎成花束会不够美观。老院长却很坚持，不，它已经足够完美了，保持原生态就足够了。我决定尊重客人的选择，没有再修剪枝叶，用浅蓝色的丝带简单的扎成了花束。老院长对这些薰衣草很感兴趣，禁不住多问了2句。姑娘，这种花是你培育出来的吗？我点了下头。老院长惊叹不已，姑娘这样的灵植，培育天才，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花店工作，真是屈才了。不如来第7区疗养院工作吧，我可以专门给你分出一个培育实验室，给你配几个助手。他一边说着一边递上了名片。我十分惊讶地接过那张制作精美的名片，只见上面光是各种头衔就足足写了4行。这位第7区院长还是临床精神力研究领域的博士生导师。我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失敬失敬，院长大人。而老院长依旧锲而不舍地挖墙角。第7区的待遇很好，是星球最好最大的疗养院。能够进这里工作的医疗人员，门槛都至少是研究所学历，超过一半都是博士生。我们的级别规格是3甲疗养院和3甲医院同水平的。我微笑着拒绝。院长，谢谢您的邀请，这份工作我恐怕……先别急着拒绝，像你这种在灵植培育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我们也是会招收的。老院长盛情邀请，让我不由有些心动。接着他又认真地开口道，而且你培育的薰衣草，它的花香，如果我没猜错，对于在战争中精神领域受到创伤的士兵也有一定的治疗舒缓效果。虽然研究方向很对口，可我还是拒绝了。抱歉，这家幸福花店对我意义非凡，目前的工作我很喜欢，我想好好经营花店，一直做下去。只因这是唯一亲人的店，我在地球就是个孤儿，孤寡一世。穿越之后反而有了亲情的羁绊，每隔几天姑妈都会打电话过来问我过得好不好，在花店里生活的可还习惯。老院长见我眼神坚定，不由得悠悠一叹，那还真是可惜了。院长走了后，我看着装薰衣草种子的空瓶子项链，就放了一个水晶花朵进去。这天晚上，我如往日那般回卧房睡觉。就在快睡着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又穿回来了。周围的场景变成了我在地球住了1年的出租公寓。我猛然坐了起来，困意全无。我拉开了卧房的窗帘，外面正是大白天，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好好在星际过日子。老天爷又跟我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我第一反应就是翻开地球的手机看日期，按照地球上的时间流逝，总共才过了2天。地球和未来星际之间的时间差是10比1。我呆坐着，久久回不过神来。对了，小玻璃瓶。我一低头看到了挂在胸前的玻璃瓶，项链里头赫然装着的是那一根粉钻梅花。星际花店里的东西也跟着传来，我越发震惊，这个神奇的小瓶子竟然有空间携带能力。激动归激动，我努力保持冷静，抽丝剥茧的分析。我为什么会来回穿越？一定有一个触发契机。我仔细回忆了一下，穿过去的时候，我是躺在地球的公寓，一只手握住了装着薰衣草种子的小玻璃瓶；穿回来的时候是躺在星际的花店，也是一只手握住了装着梅花粉钻的小玻璃瓶。穿越的契机大概率就是握着这小玻璃瓶空间。我若有所思，自己还能回到幸福花店了。虽然时间不长，我却已经有些割舍不下了。说实话，我还蛮喜欢当花店店长的日子，种田卖花，还有漂亮的金色蝴蝶相伴。我大学有个室友，家族是做珠宝生意的，我拍了张粉钻梅花的照片发送了过去。如烟，这支粉钻梅花能卖多少钱？柳如烟直接秒回，粉钻很稀有，比普通钻石价格高得多。如果它是真品，目测有10克拉以上，且雕工切割非常高端，是精品中的精品，价格不可估量，至少1000万。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大学室友的恢复，心砰砰砰狂跳，心想自己是不是要一夜暴富？电话铃声响了，是柳如烟打来的。悠悠，你那张粉钻照片哪来的？柳如烟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激动。难不成是电脑合成出来的？不是，照片是我刚拍的，我想把这个粉钻卖掉。什么？你是粉钻的主人？柳如烟无比震惊，声音都颤抖起来了。
世界上最大的粉钻粉红之星59克拉，最终在拍卖行的成交价是5.5亿。你这只粉钻10克拉就算卖不到1亿，但是几千万是不成问题的。闻言我全身血液逆流，手机都拿不住了。柳如烟兴奋极了，你可以把这枚粉钻交给我代理出售，就卖给我们柳氏珠宝公司吧，一定可以给你一个合理的价格。我声音微哑，可以，就交给你了。柳如烟很开心，我现在就去你家。我给她发了一个定位，柳如烟很快就到了公寓。她从小皮箱里取出工具仪器进行鉴定。13.9克拉，还是最纯净的品质，品质丝毫不逊色于世界上最大的那枚粉色之星。相较于柳如烟的激动不能自持，我就镇定的多了。毕竟幸福花店里有不知道多少这样纯净品质的粉钻，我心中感慨不已。所谓的幸福花店，幸福就是报复。又有，这是合约书，你看看，定金500万直接发给你，我把它带回公司做最终鉴定，决定最终价格，最迟明日会全额转到你的账户上。我没有任何犹豫，就签署了与柳氏珠宝的交易合约。柳如烟赚了500万到我的账户上，就带着那枚粉钻没花回公司了。哦耶，500万了，花钱去。我看着账户上的余额，内心是前所未有的满足。我准备去最近的农贸市场、花鸟市场转一圈，买一些花种、菜种、稻种。小玻璃瓶空间有限，装种子最合适，太大的装不下，最好是那种生长周期短，能够快速发芽、开花结果的种子，比如说生菜，生长极快，好养活。星际世界没有菜，但是有肉，可以做烤肉，然后用生菜包卷着吃。比如说太阳花，1个月就能发芽开花，在星际营养剂的作用下，半个月就能盛开了。我决定再买一些带壳的稻谷，可以培育秧苗，然后插秧种植，以后就能在那边吃上大米了。正准备出门，我就接到了老板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老板愤怒的声音。许佑，你怎么回事？昨天就旷工，今天也没来公司，你也不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你们这些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就是不能吃苦，旷工1天扣500。我的确是2天没上班，因为不小心穿越了，这点没法跟对方解释。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发了短信来说帮我请了病假，而老板一开口就扣1000块钱，劳动法上可没有这样的规矩。老板又煞有介事道：20分钟之内你不到公司，后果自负，一点都不知道珍惜机会。外面有大把的毕业生，我随时可以招进来。你知道了，我辞职就行，拜拜。说完不等对方回复，我直接愉快地挂断了电话。终于不用再受那个鸟气了。我走进农贸市场一家种子批发店，老板，买一袋生菜种子。店主看着像个中年庄稼汉子，他瞪了我一眼。我们这里的种子只做批发。我有些尴尬。那卖我一袋3块钱可以吗？店主直接取了一袋生菜种子给我，我笑了笑。我还要一些带壳的稻米，可以育秧的那种，批发价的双倍，零售给我就行。店主又提出来一袋子5斤带壳的稻米，这些一共20。小姑娘，你买这些是想养在阳台上的吗？可以试一试香菜种子，好养活，长得快，炒菜的时候还能掐几根当调味料。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好，那再来一袋香菜种子。最后我总共付了25块钱，那500万巨款恐怕是无处呼唤了。农贸市场隔壁有一个花鸟市场，我买好了菜种、稻种之后，便去隔壁买花种。卖花的店里通常会有花种出售。我从店主的口中得知，这东西娇贵的很，本身发芽率就很低，必须要在20多度的温度下把它们种在混合营养土里，撒上适量的水，再蒙上保鲜膜，1个星期以后才有可能出芽。我颇为无奈，我也知道混合营养土很重要，但条件不允许。小玻璃瓶空间根本不可能携带营养土进去，光是种子就快装不下。一个强烈的念头突然浮上心头，如果这个小玻璃瓶空间能大一点就好了，我也不至于在携带东西的时候有诸多限制。在我这么想的时候，一个面板信息自动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物品克莱恩瓶，状态残破狭小的无用制品，维度等级3维与4维之间，尚未达到升维条件，财富值500万，空间大小无空间，解锁条件每支付1000万大夏币或1000万新币，可解锁1立方分米的空间。我无比震惊，传说中只有4维以上的宇宙才存在的克莱恩瓶，就算把整个地球的水都装进去也装不满。首尾相连，空间无尽头的克莱恩瓶，地球的人类生活在3维世界中，3维即是长宽高，而第4维度则是时间。我隐约明白了什么，地球和未来星际这2个世界相隔着的是无尽的时间洪流，而这瓶子有一定的4维空间能力，则是它引导着我跨越时间的锚点往返穿越。可能是我希望扩大克莱恩瓶的念头太强烈，它就回应了我。不过1000万才能扩张1立方分米，这根本不是个善良瓶子。我不由感到一阵肉疼，还以为赚了500万就能一夜暴富，谁知道连1立方分米的空间都支付不起。我这一趟采购好了种子，就准备回公寓进行第3次穿越尝试了。我曾经看过霍金的时间简史，其中详细阐述了何为时间。一个坐标轴除了长宽高3根轴线之外，第4条是名为时间的轴线。3维生物地球人无法跨越这条时间轴，被生老病死所束缚。可4维的存在可以跨越时间轴，他们可以轻易的跨越时间轴上的锚点，随意的穿梭。而我身上的这只虽然还是个初级的残缺无用之品，但依然是凌驾于3维的，拥有一定在时间轴上穿梭的能力。想通这一点之后，我几乎可以确定这只瓶子能够带我重返星际幸福花店。果然，我到达公寓的时候，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克莱恩廷传达给我的文字信息：是否绑定穿锚点？你目前可绑定的锚点数量为2。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是。克莱恩瓶因为是高维度的物品，某种程度上来说近似于神，它可以自发的把要表达的意思以波的形式传递到宿主的脑海，并且捕捉到宿主的脑电波变化，领会宿主的意思，类似于小说里的系统而又高于系统。我闭上了眼睛，开始默念设置。
锚点一股星辰纪元2724年，地球大夏国首都中都华府公寓1031室，锚点 2SL 新历纪元4201年 S314星球青山市幸福花店，时间轴锚点确定，玻璃瓶已绑定，宿主是否跃迁？此刻我正坐在公寓的床上，一只手握住了神奇的小玻璃瓶，里面装满了各种种子，我买了那么多，每一种只能装7、8颗。我正准备回答时，忽然之间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您的银行账号收入汇款1500万。我有些激动，梅花粉钻的后续交易款到了，下一秒柳如烟的电话来了。抱歉，悠悠，柳氏珠宝公司高层商议决定以2000万收购你的这枚粉钻，价格比我预期的低了很多。他们说你这枚粉钻可能来历不正，我们收购有大风险，上面如果查下来不好处理。我听到昔日大学室友的声音，充满了愧疚，可我却已经很满足了。没关系，如烟，2000万已经很好了。如果通过一些黑暗渠道脱手，很可能2000万都拿不到。通话结束之后，我立刻对小玻璃瓶的空间进行了升级，我瞬间又从千万富婆变得一贫如洗。扩张完毕后，我解锁了成就时间旅行者，面板上缓缓浮现出几行字：你在时间中往返穿梭，似迷茫的旅人，想要寻找一个温暖的港湾。恭喜你，幸运的时间旅行者，你发现并绑定了一星港湾场景，把幸福花店打造为星际第1花店，可帮助克莱恩瓶提升至4维。我琢磨着自己的新成就称号，别说还挺贴切。经营花店能够获得巨额奖励，简直就是福利。触发了成就之后，目标立刻明确了起来。不过这福利似乎也没那么好拿，成为星际第1花店任重而道远。地球和星际世界的时间流逝是不一样的。我穿越回来之后，找大学室友柳如烟倒卖了梅花粉钻，还去了一趟农贸花鸟市场购买种子，来来回回折腾了得有4个小时了。重新填装后种子，是时候该回去了。我检查了一下克莱恩瓶扩张解锁后的空间，装了玫瑰种子100颗，太阳花种子100颗，生菜种子100颗，香菜种子50颗，这些只占了1/4空间，1/4的玫瑰培育混合营养土，剩下的1立方分米则全部装了带壳的稻米。一升的稻米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应该能培育出不少稻秧。我准备好了一切，躺在了公寓的床上，几乎是瞬间穿越开始了。在克莱恩瓶的庇护之下，时间的洪流急速穿梭，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等到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周围的场景已经变了，赫然正是幸福花店里的那间小卧室。终于回来了，我的唇角控制不住的上扬。这种街道末尾尽头的小店，就算店主忽然1、2天不开张，应该也不会引起任何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想起了那只金色漂亮的蝴蝶，2日不见，蝴蝶不知道还在不在花圃中，可能已经飞走了吧。我第一次穿越在幸福花店生活了20天，其中有19天都有那只金蝴蝶相伴。一开始蝴蝶总是对我爱答不理，但有时候会在我忙碌的时候落在我的肩膀上、头顶上，这未尝不是一种亲近的表现。我没有急着去开张幸福花店，而是先去了后院花圃，一方面是想看看金蝴蝶还在不在，另一方面是想视察一下薰衣草长势如何。原本埋头在薰衣草花床中睡觉养伤的金翼鸣蝶，一瞬间感应到了什么，猛然抬起了头。此时刚从地球穿越回来的我，诧异的发现冰箱里少了20多根营养棒。很快一个近乎荒谬的猜想浮现在脑海中，我的目光扫向了不远处花圃里的金翼鸣蝶。该不会是你干的吧？我觉得挺有意思，原来素履星系的蝴蝶都是吃营养棒的。不过想来也对，这个星际世界连植物都没有。于是我去隔壁小超市买了100根营养棒。小超市的老板认出了我，你这2天没开店，有不少人来买花，没买到好像很失望的样子。还有一位穿着联邦军装的男人，你家花店该不会被联邦军方盯上了？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那位联邦上士江晨。超市老板提醒我，第7区疗养院的病人很多，都有联邦军方的背景，可千万得小心了，万万不能得罪人了。拟态为棕熊的文森诺一族，一爪子就能把你的花店拍扁了。闻言我额角滚出一滴冷汗。谢谢提醒，我会小心的。我不敢掉以轻心，毕竟我只是个精神力为0的渣渣。回到花店后，我去了后院，花圃里还剩下大约10平米的空地，我把其中5平米播种了生菜种子和香菜种子，另外5平米播种了太阳花种子，然后又从仓库里翻出来一个水泵，给稻米做了一个育秧的基床。此时我发现了新问题，如果这些稻米后面插了稻秧，后院的土地好像不够用了，得考虑去购买农田了。我的目光扫向了花圃后方的那一大片荒山。S314星球是一座废弃的农业星球，有很多废弃的荒山，荒山上遍布着被遗弃的荒田。自古以来地皮就没有便宜的。我来到收银台，查看了下幸福花店的账单，除去日常花销，还剩下18万新币。我在新网查了一下土地的价格，1亩废弃的荒田要10万新币，只能买1亩地可能不够用。我想了想，决定筹20万新币，一次性买2亩地，1亩种植稻米，1亩种植玫瑰。思及此，我瞬间干劲满满，还是得好好赚钱。就在这时，金翼鸣蝶飞了过来，我想着对方可能还饿着，就取出了几根营养棒递给了他。金翼鸣蝶纹丝不动，我继续开口道：之前不知道你是吃营养棒的，放心，以后每天都会给你准备食物的。金翼鸣蝶只觉自己社死了，堂堂星系战力第1的元帅，竟被我这个小姑娘发现偷吃了。这东西不好吃，等以后田里收了蔬菜和大米，我做饭给你吃，味道比这个好多了。金翼鸣蝶有些疑惑，蔬菜大米听起来很有诱惑力的样子。江晨走进幸福花店的时候，被眼前一幕震惊了，有着修罗之称的元帅大人，竟像宠物那样被人喂食着。哎，怎么跑了啊？我被金翼鸣蝶的反应给镇住，怎么会有飞那么快的蝴蝶？而陆续元帅此刻浑身都不对劲起来，不懂我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会说他是我家的，一会说要养他，还上手抚摸他的翅膀，这也太随便了。我仰视着距离自己很远的蝴蝶，这绝对比我见过的
的所有蝴蝶都要惊艳。金翼鸣蝶蹲在水晶橱窗顶端，翅膀上还残留着我指尖的温度，一股精神力流不断冲击着他的大脑精神领域。该死，还用那种带笑的眼神看着我，别以为这样本元帅就会原谅你的放肆。我往橱窗这边走，金翼鸣蝶就往后退，甚至直接飞到了屋顶上。他逃我追他无路可逃，毕竟花店就那么大点地方。警卫员江晨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觉得我是这人是个妥妥的女流氓。在轻薄了元帅大人后，又把人逼到了天花板角落。而陆续元帅是什么人？联邦对他爱慕的女人不计其数，元帅大人的新网更是有几十亿的女粉丝，每天都有几百万的女粉留言要给他生猴子。而元帅大人向来高冷，战场上又颇为嗜血，一个恐怖冰冷的眼神就能把凑过来的女人吓退。联邦帝国一位小公主曾经夜袭元帅的卧房，结果被元帅大人从7楼的窗户扔出去，幸好那小公主你太是小鸟，不然非摔死不可。最终江晨实在是看不下去，友情提醒一句：店长，乱摸蝴蝶翅膀是会出大问题的。我这才注意到店门口已经来了客人，我没有精神力，而江晨是精神力等级的棕熊战士，精神力直接碾压我，我永远察觉不到他的气息会有什么问题。随即我想起隔壁小超市老板的话，这位联邦上士每天都要来自己店门口。下一秒江晨一脸严肃的开口：会发生很不好的事情，危及生命。不会的，他不会攻击我，是一只很温顺的蝴蝶。闻言江晨眼角抽了抽，姑娘是不是对温顺这个词有什么误解？我扶额一笑，没错，他从不会攻击人，只喜欢在花朵里睡觉晒太阳。江晨神情微愣，只觉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这还是那个杀人如麻摧毁战舰的元帅吗？随即他轻叹一声，总之店长，你只要记得蝴蝶的翅膀不能乱碰就对了。江晨只能说这么多了，他又不能透露金翼鸣蝶的元帅身份，他很担心，主要是怕元帅大人在这花店里住的不舒坦，也怕元帅大人再度被轻薄，以至于精神力失控，奋起后杀了平民。店长，你这里还招收员工吗？我想应聘。闻言我瞳孔骤然一缩，您一个联邦军官要到我们这种小花店打工吗？可江晨一脸坚定的点头，请聘用我，我可以做清洁工，什么杂活累活都能做，工资不工资的无所谓，我主要喜欢在花店打工。我一时无语，喜欢打工是什么拙劣的借口？不过店里的确缺一个伙计，我眼下是一个人包揽了花店所有的活，后面还需要开荒种田插秧。那工资3000新币，试用期1个月。江晨很开心，店长放心，我一定好好工作，长期干下去。至少陆续元帅看上去没有短时间离开的打算，他这个警卫员自然得随身保护。我把电子合同发给了江晨，江晨没有犹豫，立刻就签了。电子合同生效的那一刹那，我脑海中传来瓶子的提示：雇佣新员工，温馨度加2。而江晨非常敬业，刚一签署了合同，就立刻去打扫整理花店了。我发现幸福花店在新网上也有账号，不过账号没发过短视频宣传，就是个摆设。忽然幸福花店账号从个位数骤然变成了1000，我以为是谁买的假粉僵尸号，直到收到了好几条私信。晴天太太就是在你家花店买的薰衣草吧？晴天大大的星座，那一瓶薰衣草真是太美了。原来是有位大 V 画手给花店引流了，而那个画手正是买第一束薰衣草的那个大学生。我感觉自己被幸运之神眷顾，没想到那个大学生竟然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画手太太。我没想到粉丝会来的这么快，7、80平的小店面一下被挤满了。这时候打工熊江晨的威慑力就体现出来了，一声低吼，气势骇人。不许拥挤，自发排好队。薰衣草500新币，一株不一价。全场灯是一片寂静，原本激动的客人们立刻排好队伍。薰衣草很快就卖完了，我不得不去后院采摘更多的果来。今日的营业额要再创新高了，明天就可以去买土地。突然脑海中传出了小瓶子的提示：恭喜幸福花店客流量首日破百，获得门庭若市称号，获得奖励青山市地图标志。我立刻打开新网地图，果然看到了幸福花店的标志，我唇角控制不住的上扬，以后再也不愁客人找不到自己的花店了，这是个不小的突破。金翼鸣蝶看着我忙碌的样子，突然觉得我这小姑娘长得还挺好看的。我余光看见蔬菜地冒出了2颗嫩绿的小芽，是生菜发芽了，浓烈的满足感涌了上来，简直比花店流量破百还高兴。这意味着要不了多久就能吃上新鲜生菜，不用整日喝营养剂了。金翼鸣蝶往墙角那一片光秃秃的土地看去，不由感到疑惑，2枚嫩芽就能让他高兴成那样？我把100只薰衣草送到了前厅，按着客人们的要求进行分装。晚上关门的时候，我发现今天总共收入8万新币。我第2天一大早就去了土地管理局买土地，至于花店就交给了打工熊江晨。金翼鸣蝶睡醒从花圃里飞了出来，江晨正在拖地，看到了金翼鸣蝶，瞬间激动起来，行了个军礼。元帅大人，早上好。蝴蝶金童没有丝毫温度，扫了一眼，他人去哪里了？冷冽的声线以精神力传音的方式浮现在江晨的脑海中。您是说许佑店长吗？他去土地管理局了，说是要买2亩后山的荒田。您的伤势如何了？如果觉得不舒服，属下立刻带您回去。我不回去。江晨只觉得大脑被元帅大人的精神力传音震得嗡嗡作响。金翼鸣蝶似乎看出了属下脸色的苍白，扇动金色的蝉翼飞了出去。我正在公交车站等车，金翼鸣蝶非常自然地落在了我肩膀上。我一愣，你怎么来了？陆续在心里默默吐槽，一个精神力为0的先天残疾，还敢独自出门，路上随便一个精神力等级的家伙都能把你打趴下。我温柔地看着家养的小宠物，一副这么粘人真拿你没办法的口气，自言自语一句：没事，那就跟我一起吧。哼，本元帅只是关心一下残障人士吧。青山市土地管理局门口一个门卫拦住了我。干什么的？这种地方不是你这种精神力为0的人能进来的。我是来买土地的，你们不是在新网上挂了出售荒田的公告吗？门卫皱眉，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买土地的，必须有稳定的工资和资产。你这种精神力为0的残疾人，恐怕连工作都找不到吧？我深吸一口气，没想到这年头买个地都有歧视。我有稳定工作，是一家花店的店长，店里收入非常可观。门卫十分不耐烦，
别撒谎了，星系从来没有哪个公司会雇佣精神力为零的人。走走走！门卫下意识推了一下我差点从阶梯上跌下去。就在这个时候，一股力量从后面拖住了我。我站稳之后回头一看，身后却什么也没有。金翼鸣蝶早料到了我会遭到歧视，因为星际联邦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联邦公民的待遇与他们的精神力等级挂钩。精神力等级由 F 级到 S 级，等级越高，能享受的社会福利也就越好。像我这种天生没有拟态无法觉醒精神力的最低等公民，正常情况下都是住在贫民窟里，一辈子找不到工作的。而陆续元帅是星系最顶尖的3S 级精神力，但他并不歧视先天残疾，他还曾经向联邦议会提过先天残疾福利法，只是没有被通过。门卫不小心看到我肩膀的那只金翼鸣蝶，控制不住膝盖一软 ，C 级在3S 级面前简直不堪一击。门卫只觉得脑袋像是被对方的精神尖刺破开一样，疼得一张脸都扭曲起来。金翼鸣蝶见对方精神力濒临崩溃，怕搞出人命招来更多的麻烦，便将精神力撤了回来。门卫松了一口气，他笃定金翼鸣蝶才是买田地的正主，而我只是蝴蝶大人的仆人，于是唯唯诺诺的道：“里面请，您是要购买土地吗？这是 VIP 通道，会由我们土地管理局局长亲自接待。”我愣在原地，感受不到精神力波动的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不到1分钟，青山市土地局局长就亲自出来迎接了。听闻大人要购买土地，里面请。进入办公室里，对方的态度太客气，我也被搞得有点紧张。局长坐在对面，忌惮我肩膀上的蝴蝶大王，不敢对我有丝毫不敬。姑娘，想买哪个土地呢？自用还是商用？第7疗养院后面的荒山，我想买山脚下的2亩荒地。局长不敢多问，只因那只金色蝴蝶气场太强大，令他坐立不安。我很快就签了土地买卖转让协议，10万新币1亩地，使用权限500年。我带着刚签署的文件回到了幸福花店，购买的2亩田就在幸福花店后山的山脚下，距离非常近。店长，你活着回来了。正在卖花的江晨非常激动，这是元帅受重伤后第一次离开医院那么远，毕竟元帅还有精神力失控的病症，容易出意外。我扫了一眼打工熊，我只是去买个地，又不是上战场。江晨目光落在金翼鸣蝶上，确定元帅大人安然无恙后，才松了一口气。你在店里看着，我种田去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那一水缸的稻秧已经抽出了嫩绿的秧苗，还有玫瑰花种子也长出了嫩芽。我取了锄头铁锹干活去了。我爱种田，种田使我快乐。而我忙碌了3个小时，其实也就开垦了荒地1亩地的边边角，1亩地大概66平方米，而1平米的稻田可以种植70株秧苗。那一水缸的稻秧培育了几日，最新一批培育出了接近400，也就是说，就算种得很松散，也不超过10平，却突然感觉有点少。一直忙碌到傍晚才开垦了40平，放眼望去还有一大片光秃秃的。S314星球虽说是个废弃的农业星球，但是土壤比较硬，可地球的农田土壤松软度完全没法，没有犁地的工具，靠人力翻地是非常费劲的。店长今日一共卖出了126束薰衣草，入账6万3000新币。江晨走到后方会来汇报情况，我点点头，觉得这个员工雇佣的真是太正确了。辛苦你了。店长，您在翻地吗？需不需要我帮忙？我力气很大。江晨只用了1刻钟就开垦了近100平的荒地，我忍不住赞叹：太厉害了，江晨，我要给你涨工资。江晨被夸得脸一红，我也就是力气大，您可以随意使唤我。金翼鸣蝶看到我对江晨比大拇指的一幕，不由暗戳戳的吐槽：挖个土而已，本元帅帮你教训了欺负你的人，也没见你这么激动。下一秒，金翼鸣蝶扇了扇翅膀，无形的精神力斩击飞了出去，把旁边的荒地翻了个彻彻底底。江晨一脸惊恐，刚刚那个莫不是元帅的成名绝技之一，可以瞬间发出3S级的精神力空气斩，把机甲战机切碎成一堆废铁。可现在元帅竟然用这一招帮我翻土，我也惊呆了。不到3秒钟，那亩地就被翻了个彻底。好厉害，这就是星际世界的异能吗？我缓缓地转过脖子看着小蝴蝶，金翼鸣蝶很享受崇拜的视线，残翼一开一合，我被金翼鸣蝶的表现震撼住了。原来小蝴蝶这么凶残，我还以为你是一只普通的小蝴蝶呢。下一秒，我忽然想到去土地局的时候，被神秘人暗中帮助过。今天该不会是你帮我的吧？金翼鸣蝶白了我一眼，我竟然从这蝴蝶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傲娇劲。谢谢你出手相救。我鼻子几乎与小蝴蝶碰到了一起，金翼鸣蝶猛然飞出去老远，只剩下一道金色的残影。我没想到对方反应这么激烈，我只是想凑近一点跟蝴蝶说话。金翼鸣蝶在远处戒备地瞪着我，它的蝴蝶触角刚才差点就碰到我的鼻尖了，再往下就是嘴唇了。而江晨不敢多逗留了，跟我匆忙打了声招呼，嗖的一下就下班回家了，准备给元帅大人和我留下足够的私人空间。我对这只蝴蝶充满了好奇，你到底是蝴蝶还是星际人类的拟态？我生出了怀疑，毕竟这只蝴蝶太有灵性了，而且攻击力非常高的样子。闻言，金翼鸣蝶有些心虚，扑了扑翅膀，假装自己就是一只普通的小蝴蝶。接下来1周，我就密切地观察着金翼鸣蝶，想从它身上找到是人的证据。可金翼鸣蝶隐藏得很好，每天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喝营养剂。1周后，我看着墙角那一片菜地，露出了笑容。生菜长大了，今天中午吃生菜卷烤肉。这个星际世界虽然没有植物，但有肉，只不过肉食大部分不会作为菜品，而是直接送到工厂提取蛋白质，作为营养剂的原材料之一。普通人也不会去买肉烹饪，大家早就习惯了服用营养剂。我去超市买了一块冷藏的牛肉和一袋盐，除了盐以外也买不到别的调味料。牛肉切成小块，用签子串起来，放在烧烤架子上翻烤，一阵阵肉香从后院传了出来。我正准备尝一尝，就看到金翼鸣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你先尝。我把生菜烤肉递了过去，而元帅大人咬了一小口，口腔的味蕾仿佛被刺激了一样，太好吃了。从小到大只服用营养剂的他，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竟有如此美味的东西。怎么样，喜欢吗？我看蝴蝶吃得很快，心头升起一股莫名的满足感。而元帅尝过了这美味，营养棒那种东西再也不想喝一口。幸福花店的生意很好，每天都进账几万新币，钱的问题我暂时不愁了。烤了2天的肉，我觉得烹饪方式有些单一，要是有个小厨房就好了。于是去找了江晨，我听江晨说过他当过工程兵。江晨看了眼我递过来的手绘设计图，愣了一下，
小厨房没问题，这种小房间1个下午就能盖好了。江晨果然说到做到，仅仅用了1下午的时间就建出来一个小厨房。店长，您说的这些铁锅厨具，我知道一家联邦钢铁厂可以帮您加急定制。加急倒不至于，我不着急。不行，必须加急。江晨的神色前所未有的严肃，他盯着一旁吃生菜烤肉的元帅大人，想到这不仅仅关系到元帅的身体恢复，还关系到星系的未来以及星际战争的战局。但那314星球距离星际主战场很遥远，可虫族对星系的侵略从没有停止过。这一场拉锯战已经持续了10年。陆续元帅虽然给星系带来了暂时的胜利，可代价是极其惨烈的。如果元帅不能在1年内恢复，繁殖力极为惊人的虫族大军很快还会卷土重来。我并不知道，在我看来很悠闲的种田，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确实是救命稻草。江晨看得十分透彻，金翼鸣蝶吃了我做的菜之后，体力在迅速提升，这是服用营养剂绝对达不到的效果。辛苦你了，江晨，我多做了一些生菜烤肉，你也一起来尝尝吧。江晨咽了下口水，但那是元帅大人的食物，他有点不敢。果然护食的金翼鸣蝶听到我的话，凉飕飕的看了过来。江晨头皮发麻，不用了不用了，都给蝴蝶吃吧。没事的，我做的多，我今天做了双倍。我拉着江晨坐在餐桌前，江晨实在抵挡不住美味的诱惑，塞了一块烤肉进嘴里，他愣住了，舌尖上传来的美味令他几乎失神。这也太好吃了吧，店长，你怎么能做出这么绝的食物？江晨好吃到想哭，难怪元帅大人顿顿都要吃。他忽然想起来，好像把星际灭绝1000年的绿植叶子吃到肚子里，如果科学研究院那群老院士知道，一定会发疯的。就在这时，一道精神力传音降临在江晨的脑海。时间，本帅也可以。江晨吓得一个激灵，看向对面的金翼鸣蝶，什么意思？他说我是吃货，所以元帅大人的实际饭量是10斤，因为被我吐槽是吃货，所以就每天凑合吃个半饱。江晨决定帮上司一把，心虚的开口解释：这种蝴蝶乃是星系一种超级宇宙凶兽，外形不大，但胃就像个次元袋一样，能吃很多，所以5、6斤的烤肉目测是不够的。5、6斤还不够，太能吃了吧？闻言，金翼鸣蝶僵硬了下，果然是嫌弃他能吃差不多10斤。江晨暗自擦了擦汗，整个星系也就只有我敢当着元帅面吐槽了。店长既然打算好好养着蝴蝶，那就要满足他的口腹之欲。您看这蝴蝶翅膀可是有很严重的伤痕的。我盯着伤痕有些心疼，伤得挺严重的样子，一天10斤也不是不能接受。行，给我家小蝴蝶吃饱。金翼鸣蝶看着我远去的背影，不知道为什么心口有些痒。对了，属下需要您星际元帅的权限，给店长要的那批厨具加急插队，我的权限不够。没错，那批厨具根本不是什么联邦钢铁厂定制的，而是向联邦军械定制的。经过几天的加急定制，厨具很快就送到了花店门口。我打开花店大门，看到一个穿着联邦军服的快递员，我签收了快件，发现正是麻烦江晨定制的那一套厨具。麻烦给个好评，我是联邦特快专员，编号配937，能够送红色权限的加急件是我的荣幸，您的评价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随手就给了个5星好评。好的，辛苦了。快递员激动的热泪盈眶，谢谢您，红色权限加急件获得5星好评，我在下次就能升职了。您真是个善良的人。不客气，举手之劳。我抱着一口大锅满心欢喜。这锅做的真不错，质量一看就很棒。快递员点头。那当然，这是宇宙超稀有金属，可以防弹，更能抵挡阳离子炮一击。我无语了，谁会用炒菜的大铁锅去做那种事情？不是很了解他们星际人。快递员走了之后，我抱着厨具回到小厨房里，我决定早饭就做个鱼汤。我把鱼肉处理切片，加盐腌制了1个小时，可惜没有蒜和生姜那些调料。不过好在鱼的肉质鲜美，和地球的普通鱼不太一样。闻着水煮鱼片的香味，金翼鸣蝶飞到了厨房，目不转睛地看着煮饭的我。我取了一个大盆，舀了许许多多的鱼肉进去。这硕大的饭盆是专门为吃货蝴蝶定制的。金翼鸣蝶闻着味道再也控制不住，直接埋头干饭了。我吃饱后就去巡视后花园，意外的发现之前播种的太阳花已经长高了。那2亩荒田开垦之后，1亩种满了稻秧，半亩的太阳花，半亩的玫瑰。稻米和玫瑰生长周期都比较长，就算稀释后的营养剂加速也至少需要1、2个月。但太阳花是一种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植物，就算是极端恶劣的环境也能向阳而生，长到30厘米高的时候应该就能开花了。我提了一只大桶过来，桶里装满了稀释后的营养剂，准备给太阳花浇灌。金翼鸣蝶吃饱了之后来花圃里晒太阳，我见到它就摘下了一片太阳花的叶子递给了它。你不是身上有伤，吃这个试试。太阳花的叶子清热解毒，可治跌打损伤。金翼鸣蝶将信将疑地把口气探入了太阳花的嫩叶，汁水有一股淡淡的绿叶天然清香，从受伤的喉咙流过的时候清清凉凉，滋润着肿痛的伤患处。从此元帅大人沉迷上了吸太阳花的叶子。某天店里来了一个别有用心的客人，我想买一株薰衣草植株，价钱好商量。站在收银台后方的江晨微微蹙眉，抱歉，店里不出售完整的植株，我可以出花数10倍的价钱。眼镜男微笑着，笑意未达眼底。抱歉，花店内没有这个业务，我只是个打工的店员，只负责售卖已有商品。那你去把店长叫来，我和他谈。眼镜男西装革履的，手里还装模作样的拄着一个银手杖，一副乡绅纨绔做派。江晨的拳头已经开始硬了，他今日没有穿联邦军服，而是长服 T 恤。抱歉，我们店长很忙，请回吧。下一秒，眼镜男开始摆身份了。我姓方，叫方圆，青山市的方家知道吧？青山市4大家族之一，是青山市的贵族。江晨眼角抽了抽，星系一个偏远的废弃农业星球上，名不见经传18线小城市里的地头蛇也敢自称贵族。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方氏只是想买一株完整的薰衣草，幸福花店总是推辞，也太不给面子了。这眼镜男正是这条街道上门口那家花田喜事的店长，而青山市的方氏家族正是靠做花店生意发家的，产品走的低端平价路线。因为幸福花店的崛起，花田喜事的生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个月生意极其惨淡，连店里的员工工资都要发不出来了。他思来想去，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花店产品本身，所以才有了眼下上门来抢买薰衣草完整植株的阴谋。他希望复制我的生产力。此刻我浇完了花，走到了前厅，淡淡开口：
就算卖给你了，你也养不活。被识破了身份的方圆有一瞬的尴尬。店长这话说的太绝对了，你一个精神力为零的都能养活，我是地级精神力，肯定能养得活。5000星币卖不卖？呵呵，5000万都不卖。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方圆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好大的口气，你未免有些狂妄了。这里是青山市，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方店长，我就是个种地的，从没觉得自己多了不起。这是我唯一亲人的店面，我虽是代管花店，但若有人敢来这家店闹事，我也绝不姑息。我做了个送客的手势，实际上就是赶人出门。白日里没讨到好，到了夜里，一只黑色的鹰隼张开双翼，飞到了幸福花店后院的花圃附近。他发现我竟然有那么多完整的蜘蛛，目测有上千，可我却一株都不肯分给他，这让方圆心情更为沉重。这些没见过的花苞一旦开了，幸福花店就会上新兴产品，把花田喜事那家分店彻底挤破产。鹰隼从后院花圃的墙头俯冲而下，鹰爪森然如刃，准备连根拔起，抛走1-2株完整的薰衣草。就在这个时候，埋首在薰衣草花田里睡觉的金翼鸣蝶察觉到了什么，猛然抬起了头，一道3S 级的精神力尖刺攻击就袭了过去。只一道精神刺攻击，鹰隼就痛不欲生。这个残疾村姑的后花园竟然还有绝顶强者镇守。方圆看到了一只极强大的金色蝴蝶，那压迫感极强的精神视线令他全身的羽毛都站了起来。鹰隼想发出尖叫，却惊恐地发现喉咙仿佛被扼住了一样，根本发不出完整的声音。强烈的濒死感袭来，鹰隼从半空中坠落到了花圃里，因为重量不轻，有3株薰衣草都被压扁了。金翼鸣蝶看着被压扁的薰衣草，越想越气，又用精神力将鹰隼狠狠砸到了花圃的墙上。元帅大人的气还没消，飞过去伸出细细的蝴蝶爪，对着鹰隼踹了2脚。偷花，让你偷花！此时我拉开了窗帘，睡眼惺忪地往后院看，看到了墙壁上似乎嵌着什么黑乎乎的脏东西。那什么玩意儿啊，还会动！我立刻困意全无，随手操起挂在墙边的大铁锅就去了后院。我握紧了大铁锅，走到墙边，对准了那一坨黑乎乎的不明物体砸了下去。鹰隼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求饶声：“别打了，我错了，再也不敢了，屁股要打烂了。”我正打的激情，忽然间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你是街口花田喜事的方店长，我也不知道为啥有点想笑，随即取出手机报了警。警察叔叔吗？我家里遭贼了！方圆难以置信，你竟然报警！你养的凶兽把我打成这样了，你还报警？我看了看金翼鸣蝶。瞎说什么？我家蝴蝶那么小一只，那么漂亮，才不是凶手！不要污蔑他，他顶多算是正当防卫。很快，警察叔叔就上门了。谁偷东西了？我指着还卡在墙里的方圆。队长，他偷我店里的花，还弄坏了我的花。警察认真地盯着鹰隼看了很久。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方家五少吗？我的蝴蝶只是武力值高了点，他替我看家护院，看见小偷就攻击，那不是很正常的吗？至于我这口锅是做饭用的，我只是个精神力为0、手无缚鸡之力的良民。金翼鸣蝶脑子里嗡嗡的，反复回荡着那句我的蝴蝶。我什么时候成你的了？这女人真是满嘴跑火车。警察死死地盯着那口大铁锅上一个逆十字的标志，全身吓出了冷汗来。如果他没认错的话，那个逆十字应该是联邦首都最高军械输光社的徽章。他沙哑着嗓音问道：“这凶器这口锅哪来的？”一家钢铁厂定制的，挺结实，特快加急送来的，才用了没几天。此刻的警察已经完全吓傻了，能在联邦军械输光社加急定制，那得是什么级别？只是深夜出个警抓个贼，竟然碰上了联邦巨佬，警察已经有了决断。把这个小贼抓起来带回去关押审问。警官，我可是方家人，我没记错的话，我们2家还是世交，我怎么可能差那2个钱去偷呢？警察瞪了方圆一眼。什么世交？你自己得罪了联邦巨佬，别把我也拉下水。你看那成片成片的灵芝，那像是普通人能种出来的东西吗？必然是联邦高层的秘密研究项目。偷花贼被抓走，推上了警车。我对警察表示了感谢，并且赠送了一束薰衣草。警察受宠若惊。店长放心，以后如果遇到了麻烦，我们局里一定会第一时间赶过来支援的。我送走了警察，看着花圃里那个被鹰隼砸出来的大坑，还有倒伏一地的薰衣草，决定处理一下残局。先用铁锹把坑给填上了，蹲下身子用手拢着泥土，把薰衣草植株给扶正。有3株被砸坏了，其余的还能抢救一下。金翼鸣蝶看着我一双白皙的手被泥土埋了一半，微微皱眉扶植株的样子，心底升起一股莫名的愧疚感。他没守护好我的宝贝灵芝，死了3株。他在花店里吃我的猪，却让这片花圃蒙受了损失。我用了约莫1个小时才把花圃给复原。至于后院墙上的那个鸟形状的窟窿，我怎么看怎么碍眼。上次江晨帮忙盖小厨房，还剩下了一些建筑材料在仓库里。我去取了水泥粉、黄沙，兑了些水，按着一定的比例配合，搅拌均匀后开始糊墙。等水泥糊好了，墙上的窟窿，大太阳都出来了。元帅大人整个过程都安静的看着，他以前从来没见过我这样的女孩，什么活都会做，种地、打扫、做饭，甚至是修墙。没有觉醒精神力等级，是联邦的残障人士，却不摆烂，不屈服于阶层，永远那么有活力，能自己动手，绝不求人。陆续所生活的阶层是联邦帝国的最顶层，他接触到的女性大多是出身名门，就像橱窗里陈列的精美宝石假花，异常华美却毫无新意，死气沉沉。我则完全相反，我出生在泥泞的最底层，却开出了热烈灿烂的花朵，花香四溢，生机勃勃。光顾着修补花圃，忘了给你做早饭，想吃什么水煮鱼、鸡胸肉还是牛肉炒青菜？说完，我便开始生火做饭。阵阵香味从小厨房里飘到了前厅，没一会儿我就做好了一桌饭菜，招呼着江晨一起过来用餐。江晨咽了咽口水，一双眸子亮晶晶的，而金翼鸣蝶在餐桌前扑着翅膀绕了几圈，似是被饭菜的香味所深深吸引。阳光落下，蝶身闪闪发光。我看着这一幕，心中微顿，不由得会心一笑。而饭后，幸福花店又将继续敞开大门，开始全新一天的营业。